大家好，我是云飞。这次我们拿到了大疆最新的 OM8和饮食的 Fold2 Pro。其实这两台机器放在一起，你很难不去比较它们，因为不论是价格、定位还是功能，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们到底有多像，又在哪些细节上拉开了差距。外观上的差异，咱一眼就看得出来。饮食2 Pro 白色简约对称，大疆 OM8 灰色专业耐用。操作面板布局不同，折叠收纳方式不同，它们的延长杆和三脚架也有一些小细节上面的差距。饮食它是金属的三脚架，展开它是8.7厘米，大疆是 ABS 工程塑料三脚架，可以直接一起拉出，展开约6.6厘米，体积小但有点软。拉开延长杆或者在不平的面放置的时候需要注意稳固。延长杆方面，饮食 Fold2 Pro 是36.4厘米，大疆 OM8 是38.5厘米，其中大疆这个拉伸手柄可调节角度它更大，新增了低角度拍摄的功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拍摄起来就更方便了。饮食也有一个自由俯仰模式，可以低角度拍摄，然后它们的旋转角度也都是支持360度无线旋转，这点都做得很好。再一个就是 Fold2 Pro 的 AI 跟踪模块是可以搭配 MagSafe 使用，这也是一个小的优势。因为它重量轻，对于带出门的帮助它会很大。它们俩的这个带模块的重量，我们来看一下，大疆是371克，饮食稍微重点是397克。而在续航方面，两台官方都在10小时左右，承重也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可以无差别的对比啊。大疆在折叠的时候，连接多功能模块能够反向给手机充电，当个移动电源使用。然后这个多功能模块和前代一样，也都可以支持和自家的麦克风进行直接的配对。大疆的生态它是很强的。功能小细节上，饮食它做了一个小镜子，方便你用后摄自拍的时候能看个大概的构图，这点就很巧思。而大疆则保留了加配重块的一个位置，售后可以购买官方的配件，可以兼容200克以上的这个超大杯安卓旗舰。对于一些重手机或者需要加镜头拍摄的用户来说，它会更友好。这两款产品也都支持 NFC， 苹果13级以上的机型一碰就能够唤醒 Apple Dock Kit， 安卓就是一键跳转到 APP 里面。而说完外观和硬件，再来说 APP， 其实这一部分才是区别最大的地方。在这个章节里面，一个是 APP 功能的区别，一个是 AI 跟踪模块的区别，我都会放实际的测试画面，应该一个视频就可以看出这两款手机稳定器的一个差异的点。我们就先从 APP 方面开始入手。大疆这边整体的这个思路依旧是偏向生态和易上手，它的生态依然是很强的。OM8 可以很方便的直接连接自家的麦克风，你有 DJI Mac 2、Mac 3、Mac Mini 都可以很方便的解决录音的需求。而 Mimo APP 界面清爽，逻辑清晰，所有功能都服务于让普通人更快的拍出成片。里面的常规功能像运动延时摄影、动态变焦、慢动作、全景拍摄这些都有。动态变焦还支持背景靠近和背景远离两种效果。录像模式下还支持手势控制、智能识别、双摄增强，另外还有静止拍摄、一键成片、自动生成 AI 片段、拍摄教学等方面的一个偏向新手引导的一个模式，可以理解为你不用懂拍摄逻辑，只要照着这个提示走也能够出片。多功能模块还能够调整跟随速度的快慢，这个在拍摄人或者宠物的时候挺有用的。而且它在追踪模式下还更新了新的功能，大家现在也可以在 APP 里面直接调整构图了，也有景别保持且双摄增强，它挺好的。就是你在使用苹果13以上 Pro 机型时，拍摄近距离物体时，可以调用其他更广角镜头的一个数据辅助追踪，快速移动的时候，它追踪效果会更好。就算主体超出了这个拍摄的画面 ，Mimo APP 也可以自动找回，这点很好。饮食 Fold2 Pro 的 APP 感觉就是全力让普通人也能够一键拍出电影感，功能多，细节多，玩起来更像个影像工具箱。常规的拍照、录像、360度全景、延时、慢动作这些都有，但重点是它支持双摄模式，可以自由的切换镜头组合，甚至同时开启超广角和主摄，这个就非常适合做创意拍摄。另外还有延时摄影、移动延时、滑动变焦、宽银幕电影模式、篮球模式等。功能数量会更多更好玩，它的录像界面里面还有一堆贴心的设计啊，比如 AI 灵感库屏幕字幕，以及一个特别强的功能，可以用另一台手机远程预览并控制，这个是大疆没有的。实况追踪、构图调整、智能变焦这些算法类的功能它也都有，而且在三脚架模式下，它能够开启跟踪增强，追得更稳更顺滑。而且饮食 APP 在12 Pro 及以上的3摄苹果手机上也有动态长焦跟踪，就是在长焦拍摄运动的人物时，
也可以调用其他的镜头辅助跟踪，运动主体画面超出拍摄区域也可以跟踪回来，很 nice。我们可以基于他们的 APP 功能来实际的看一下追踪以及追踪之外的这些功能，就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好，我们现在来演示 APP 的一个跟踪，然后我们李岩来帮我把它们都给跟踪开一下。好，然后我们再把录制给开了。好，现在2个稳定器都已经开启了录制和跟踪，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它们的这一个效果。就是面对我们这种单人环境的这个跟踪，它们肯定是压力是非常之小的。然后我们现在去试一下，如果在障碍物场景下，它们能不能迅速的跟踪过来？哎，你看这个我们直接绕了一圈，就是而且是有障碍物的，这个表现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到人的后面，然后再过来，哎，它们也都是可以比较好的跟踪上的，这个表现应该是挺 OK 的啊。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它们跟踪速度的一个快慢。OK， 好，我们现在来看它们的这个宠物跟踪，然后李岩你分别框一下它。好，都框住了啊，然后直接录制。OK， 好，小金毛自己去跑一跑。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宠物跟踪能力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来，过来。这个效果大家应该还是非常满意的啊。然后我们可以距离稍微远一点点啊。好，去那边，去那边，去。去浩哥那里，去浩哥那里，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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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我们现在来演示它们的一些特别的功能啊。先开始跟踪，都跟踪上了，然后都开始录制。在这个时候，像大疆的这一块，这里就有一个这个自定义构图的地方，然后饮食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自定义构图，它们俩这个真是就几乎就是一模一样，2个 UI 也是差不多。就比如说我们点击左上角，哎，中间右边，中间右边，然后底下，这个效果应该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啊！这2家都做的几乎一样。然后连我们随便动一动，就走一走，对，你可以幅度大一点。你看，都是牢牢的跟踪在这个9宫格的那个上点的那个位置啊。好，这是它们其中的一个功能，然后它们都有这个自动切换这个焦段的一个能力。好，然后你往前走一点点，好，再往后走。不是啊，它是主要是让人就是一直保持在画面的一个地方嘛。好 ，OK， 然后再往前走。好 ，OK， 这是他们一个这个景别保持的一个能力。然后他们的那个追踪距离，我们也可以稍微测试一下。你就往后走。走到那个马路那边看一下吧，可以稍微慢一点点。好，再走。
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两家在这个录制距离这一块，其实都还做得蛮不错的。就是这里到那个马路应该有10几米了。然后大疆的这个景别保持，它会把人放的比较的特一点，然后饮食的话，它就是放的，有点像是中景的这个大概中景的样子。OK，APP 这里其实就是差不多啊。在饮食的上面，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追踪跟墙，开启之后，它就是比较适合三脚架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开启之后，它是会提升这个跟踪的一个能力，然后脸你可以稍微大幅度的动一动。好，好 ，OK。然后饮食它 APP 的跟踪，它是可以多人跟踪啊，就是我们滑一下，2个人都可以一起跟踪。你看这上面就会有一个切换到单人跟踪，我们可以随便选择哪个是我们的主体，然后你们一起移动一下，对，它就会把2个人都是保持在一个相对中间的一个位置。这个功能之前我们也演示过，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切换一个主体，然后你们俩间隔可以大一点，然后间隔大了之后，它就会以我们的主人公为主体，然后你们俩再靠近，靠近之后它又会恢复，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而接下来就是上面我们提到过的 Apple Dog Kit， 我个人认为实际的体验比较的一般，还是得看 APP 的跟踪和模块的跟踪，这个应该是苹果公司制定的规则有问题，2家都支持，但我个人感觉都比较的卡顿，我认为这是一个临时用的东西啊，用来视频通话它是没有问题的，这点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下的一个实际的画面，这2台手机和稳定器我都已经帮他们连接好了苹果的这个 Dog Kit，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跟踪。这2个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啊，就是它们后面都有一个这个呼吸灯去提示我们，哎，现在已经开始跟踪了。大疆的是一个小点点，然后饮食的是下面有一个环形的这个呼吸灯，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录制。OK，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苹果 Dog Kit 的这个跟踪的一个效果。我个人感觉是不如 APP 的跟踪和他们这个模块的一个跟踪。就在里面试的时候，他们稍微会有一种那个小小的卡顿感的那种感觉，不知道现在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好，我们一样还是绕到后面来看一下。哎，我不绕了。哎，怎么又跟回来了？刚才不是嘎了吗？哦，好。然后小鸡猫过来。好，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感觉。好，看一下它能够跟多远啊？没了，跟我说一下。苹果的这个 Dog Kit 就还是挺 OK 的啊。还有啊，没了是吧？2个都没了。哎，他们怎么跟那边去了？跟狗去了？两个都跟狗去了？现在跟回来了吗？2个都跟回来了。所以说他们苹果的这个就还是感觉稍微差点意思啊。OK。所以如果你是苹果用户，这个功能可以当个小彩蛋，但别对它抱有太高的期待。然后 OM8 还支持鸿蒙的原生对焦，这个我没机子就不展示了，用过的可以来说说它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 AI 跟踪模块的一个跟踪，手势跟踪其实用起来也是蛮不错的。对于其他的拍摄 APP 就非常的 nice。好，现在我们开始他们这个
跟踪模块的一个对比啊。然后他们都是支持手势控制，而且他们的手势控制都是比较的接近的。就比如说一个巴掌，就是他们的一个跟踪模式。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感觉。然后笔页的话，就是开始录制。他们两个都会亮灯啊，其中那个饮食的它是整个这个补光模组都会亮一下。然后现在就已经是开始录制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然后这个我们可以距离稍微远一点啊，然后大家看这个整体的这个跟踪，这个效果就应该是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一个使用条件的。然后我们再近一点。然后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在后面，就是在人后面，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识别出来。哎，它是可以的，它们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能够比较好的识别出我个人的一个特征。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刚才我们演示过的这个障碍物后面。就直接这样走一圈，哎，你会发现它们这个模块就确实可以，它们的跟踪能力以及整体这个识别的这个能力，应该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然后我们先结束掉，还是笔页，两边都会结束录制，然后比一个巴掌，两边都会同时停止这个跟踪。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大疆的这个自定义构图的功能，还是一样，开始跟踪，然后开始录制。帮我把这边的关一下，别浪费。然后把那个录屏也给关掉。好，然后大疆这里是双手比一个手势，然后它这个时候它这个灯是会变黄的，变黄之后我们自己走到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构图，比如说1/3，现在应该大概是有点1/3的样子，然后我们再开始这个手势，然后它就会把我们的人物控制在这个位置。这是单人拍摄里面一个调整构图的一个非常巧思的一个设计啊。当然，这个功能在如果你不是单人拍摄，其实也有别的办法。就直接在跟踪之后，直接使用他们的这个拨杆去调整，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我们先结束掉这个。好，一样的，结束录制。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开始跟踪的一个状态下，两边都已经开始跟踪了。你看现在，刚才我调整过这个自定义构图，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用拨杆去把它放到中心的位置，哎，然后你人动一下，左右动一下就行了，然后它就会靠中间的位置。然后其实360这边也是一样的，你先别动，就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1/3的位置，然后你再动。就是如果你不是单人拍摄，而是有小伙伴的话，其实如果你想要拍摄1/3的这种构图，你直接在前面调整，它也是 OK 的。好，可以。大疆在我们跟踪之后，它除了可以在模块上面那样子直接调整构图，其实在这个 APP 里面它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调整到在下面那个构图，然后李岩你动一动，它其实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去调整自己的构图，而不是说要用那个去点点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啊，就直接就内置在里面，就不仅仅局限于那个9宫格，然后你随便动。好，停。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仰一点点，这样子也可以，然后你再动回来这边。好，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宠物跟踪啊。你直接按扳机，按扳机看一下。好，它们其实这个模块已经有了跟踪宠物的一个能力。然后小金猫动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感觉。然后你按一下录制，在录了对吧？两边都在录了，过来。按录制没有用，你点呗，直接点。都在跟对吧？好，然后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这个宠物跟踪的一个效果啊。过来，小金猫过来。就这个多功能模块现在也可以直接就这个跟踪的模块现在也可以直接跟踪宠物了。小金猫，来。就不仅仅只是说跟踪人，来，好，来，坐。哎呦呦呦呦，好。这个效果应该是比较 OK 的啊，就是它现在除了人物的特征、宠物的特征，它也是完完全全 OK 的。好，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们手势的一个距离啊。然后我现在往后退，看看10米左右，它们能不能识别到我的手势。好，这差不多就10米了啊。然后来一个巴掌，巴掌是停止啊。好，在10米左右，饮食是可以识别到我们的一个手势的。然后我们再往前一点啊，现在是7米。好，那就是两边都可以识别到，对吧？好，我再往后一点点，现在是8.6米。然后来一个。经过我们的实际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大疆的这个手势识别大概在7米左右是生效的啊，然后饮食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它在10米左右是可以生效的。看完上面我们的分析加实测的对比，你应该对他们俩的一个能力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了。我们总结来说，大疆518依旧延续了它的稳准简单的传统路线，结构轻便，生态完整，上手门槛较低。非常适合想要快速拍出好画面的用户，而饮食 Follow 2 Pro 则把专业的影像更加偏向于普通的用户，它的功能多，玩法丰富，自由度高，尤其在 AI 的功能和创意拍摄上，可玩性会更强，能让小白用户也能够轻松的拍出日常电影感。这个就看你个人是喜欢哪一台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你们的选择，来看看是谁会更打动你，是哪一个功能。当然，以上的都是一个创作的工具，核心还是我们拍摄的一个想法，这点很重要啊。这就是咱们这期大疆518对比饮食 Follow 2 Pro，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那么我是云飞，记得保持思考。那我们下视频再见。